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军哥。就在昨天呢，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。我经常去吃烤肉的那家餐厅老板跟我说，他们家烤肉店开始营业了，并且有了一项新服务，就是生肉外送。最近呢，我心心念念眼馋烤肉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一看到有这么好的机会，果断不能错过，立马就下单了。那现在呢，肉已经送到我家了，今天咱们就可以在家里面痛痛快快的吃一顿家庭版日式烤肉了。首先呢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一次我究竟点了哪些肉。OK， 那摆在我面前的就是我这一次点的所有的肉了，一共是11种牛肉，再外加一个海鲜。那现在摆在我面前这些东西啊，可以说满满的都是肉。那这一次啊，我把这家店所有牛肉的种类通通都点了一遍。相信大家会跟我一样，平时去吃烤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。牛肉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，什么隔膜肉、复心肉，还有牛小排，点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头雾水。今天呢，我就实现了牛肉自由，把所有的部位都点一遍，看看他们的口味分别是什么样子的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拿出我一般在家吃烤肉的秘密武器，先把这个位子给它腾一下。这个小烤盘是不是特别棒？既不用生炭，可以直接用明火，而且有这个小铁网在啊，特别有那个烤肉的感觉。我们先把火给点着，让它在这边加热一会儿。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点这个外卖烤肉的话，等这个肉到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心急，让它自然解冻2到3个小时，这样的肉啊，它完全柔软了之后，我们再烤，味道会更好吃。现在这个温度啊已经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开始烤肉了。这个烤肉啊，其实跟我们煎牛排也差不多，一定要等它这个烤网的温度啊慢慢升高之后，我们再把肉放上去。因为烤的肉啊，它普遍比较薄，只有高温才可以把这个薄的肉片的汁水给锁住。我们先吃这个厚切的牛舌试试看，正好也点了2份牛舌，1份厚切的，1份薄切的，都放进去。烤肉啊，我们千万也不要心急，一直翻来翻去的，就这样一面烤完之后呢，我们再翻另外一面。这个薄切牛舌已经烤好了，来尝一下啊，就蘸这个普通的日本酱油就可以了。非常弹，终于吃到烤肉了，这个感觉太棒了，特别好吃的牛舌，一点杂味都没有。再尝一下这个厚的，这个厚的牛舌也烤好了，你可以看到没有？明显油脂会比薄的多一点，都在慢慢滴油的那种感觉。尝一下啊。这个厚切的牛舌啊，吃起来反而特别嫩哎，而且这个汁水啊也比薄切的多了很多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厚切的，再来一块这个厚切的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再吃一下这个花纹分布特别多的牛小排，这个肉质啊看上去真的特别棒。再放一下这个牛仔骨，一般这个中式会用的比较多一点。同时放下去，牛小排和牛仔骨呢是有原因的。这2块肉啊都属于同一个部位，在牛肋骨那边，也就是人体我们这边的一个部位。带骨头的呢，我们称之为牛仔骨，而不带骨头的话，我们就称之为牛小排。其实跟我之前买的那个牛肋排啊都是一样的。一般牛小排这个部位啊，它的脂肪分布都是比较均匀而且好看的，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一款肉，而且它的口感呢也是比较偏韧偏弹一点点的。你看，像我们这块牛仔骨就烤得差不多了，不用烤得太熟，7分熟左右，表面啊已经满满的都是它的汁水了。非常的嫩，而且它的这个汁水啊特别多，在我口腔里面瞬间爆开的感觉，非常棒，真的非常棒。这块肉，像这个牛仔骨也好了。这个牛仔骨啊，很明显就比刚刚那个牛小排啊更有嚼劲，但是味道也不错，很香。大家如果要出去吃或者买这个牛仔骨的话，也有那种人工合成的牛仔骨。像我刚刚吃的这个肉和这个骨头不容易分离的话，就是比较正常的牛仔骨。而如果说你一撕一扯就下来的话，那这个牛仔骨基本上都是人工合成的，大家千万要注意。快点吃，这个牛舌也好了。好吃。OK 呢，接下来咱们还是吃一个关于牛排骨的这一个肉，就是牛肋条。相信这个肉的名称啊，大家听的也比较多。
那我们先把它放上烤盘，待会儿再说。那其实牛肋条的话也跟牛小排有关系，但它就是2个牛小排骨头之间夹着的那块肉，就是骨边肉。咱们中国有句话，就是骨头旁边的肉吃起来才最香嘛。所以这个肉呢，在咱们中国烤肉界也比较流行。它的味道呢，吃起来也是比较偏弹的，大块的，比较爽。这款肉它油脂特别多，一直在滴油。哦，这款肉奶香味特别重，而且感觉啊，应该是比较好的这个牛肋条，因为它的汁水也特别多。关键是口感一点都不韧，反而是那种软软的，非常棒。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棒，这个牛肋条。那 OK， 那接下来也是一款比较常见的肉，腹心肉。腹心肉顾名思义就是咱们肚子上的肉。这块肉呢，它的特点就是啊，它的肥肉会比较多一点，而且比较软，比较嫩。这份肉它烤的时候啊，它水分冒出来会有很多。刚刚烤好的腹心肉，好嫩啊！这个肉是我从刚刚到现在为止吃到过最嫩的一块肉了。但是它会有一点点微微的牛肉的腥气在里面，会影响一点点味道。个人觉得啊，它的味道不如牛小排。接下来我们吃一下这个隔膜肉。那隔膜肉呢，就是胸腔再加上这个腹腔中间连接着的肉，就叫隔膜肉。还有就是这个牛背肉，这家店定义的比较宽泛了，就是牛背身上其实有很多肉，我具体也没有看出来这是哪种肉，因为它切的比较细了已经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隔膜肉中间有个很明显的这个肥筋在。这个牛背肉已经先烤好了，烤上去的味道特别香。口感比较韧，当然汁水很多。我个人觉得这款肉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，不如前几款肉。再来尝一下这个隔膜肉，它中间啊有一块大筋大肥肉，不知道吃起来会怎么样。特别有嚼劲，嚼上去呢就是那种咯噔咯噔的感觉。再来一块，这个腹心肉吃起来特别有嚼劲，口感特别扎实，汁水呢也比较少。刚刚这2款肉啊我都不太喜欢。接下来呢我们再尝试一下烤肉中比较常见的这个3筋肉。也叫做呢牡蛎肉，或者叫做板腱。这块牡蛎肉呢，已经是被他们给处理过了，他们家处理的也比较好。因为整块的牡蛎肉啊，它整体呢长得像一个叶子，中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筋在那边，会比较影响口感。而他们呢，就是把那个筋啊给去除掉了，只留下了旁边的2片肉。我觉得这个处理还是挺棒的。在等这个肉的时候啊，喝上一点小雪碧。干杯！爽！烤肉加汽水，真的是太满足了。喝完雪碧，这个牡蛎肉也好了，特别大块，非常棒。这块肉真的非常棒。这块肉啊，口感呢不是特别的嫩，稍微有一点嚼劲，但是它的汁水情况很好，而且肉的香味也很浓郁。这2者加在一起啊，整体的感觉就特别棒。我今天唯一点的这个海鲜产品，这个虾，我们先烤着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比较传统的咱们吃牛排的这个部位，这就是肉眼，就是普通的安格斯的品质。然后这个呢，就是西冷，这个老板强力推荐给我的肉，也说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 M9的和牛西冷，尝一下。这个肉眼比较薄啊，煎好了，我们先尝一下它的味道。这个肉呢，吃起来是那种很糯韧韧的感觉。我感觉它这个肉眼啊，等级也不是特别高，所以在这么多肉当中呢，也就显得比较一般了。再尝一下这个西冷，西冷标志性的肥边，嫩，相当的嫩，而且它这个汁水啊，也是特别的丰厚，吃在里面整个就是给你爆开来的感觉。如果说不考虑价格的话呢，这块西冷绝对是今天最好吃的肉，但就是它的价格稍微有一点点偏高了。再来一块，再把这个虾给吃了啊！这烤出来的海鲜啊，就有一种特别的香味，特别鲜。
最后一块肉，我们再挤点这个柠檬汁上去。完美，没得说。今天在家吃的这顿烤肉真的是非常满足，非常爽了。那总的来说啊，这一次吃了这么多的肉，留下来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呢，一个就是这一个比较好的高品质的这个西冷，另外一个虽然品质不是特别高，但是这个牡蛎肉，也就是板腱，它整体的味道和口感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，也比较深刻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个牛肋条，再加上这个牛小排，性价比很高，而且吃起来呢，味道也不错，韧韧的口感，外加它的汁水真的是非常丰厚，吃起来很棒。最后还有就是这个牛舌了，厚切的这个牛舌啊，以后大家在烤肉的当中一定要尝试一下，给你一种全新的体验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先吃到这里，接下来剩下的肉呢，我还要和我的家人一起去分享。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边先结束了。如果说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多多支持我，多多点赞哟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